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请大家关注有树青年。这每一个角色，他们的人物跨度都是非常大的。长月烬明的这个剧本它的文字描述非常的惊心动魄，我感觉我自己的思想好像都要快跟不上这个文字的描述了。在其他项目当中，并没有说是能够看到如此突出的文化色彩。我在长月烬明当中尝试了可能需要2、3部戏才能尝试到的这种角色量，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其实这每一个角色，他们的人物跨度都是非常大的。光用一个词其实很难去形容。比如说澹台烬吧，你刚刚在圣国作为质子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情，他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类正常应该拥有的感情，所以他对很多事情都是冷漠的，这是一种状态。然后到叶希雾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给了他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从此之后他会慢慢的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爱，以及如何去爱人。然后再到后期500年后，他继承了澹台烬的所有的记忆，然后变成苍九明的时候，他内心承载着很多很多，包括善包括恶的一些记忆，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的。然后呢，明夜背负着非常沉重的使命感和守护苍生的这种义务，但其实呢，明夜也会被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桑九所感动，被桑九对他所做的一切而付出自己的爱。所以我觉得这3个角色很难用一个词去完全的概括，你只能去真正的成为他了之后，才能去体会到他带给演员带给观众的很多很多感动。因为我们拍戏也不是说顺场拍，一场一场接着人物的情绪人物的走向去拍，他可能前一场是拍这个时候，下一场就立马跳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必须要在前期把每一个人物不同时期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心给吃透。首先肯定是通读剧本，先把自己作为读者去感受这个故事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再把自己设身处地的作为这个角色去完善文字当中没有描写到的他的经历。比如说澹台烬剧本告诉了你，他前期就是无知无爱，他没有任何的感情，但是他为什么会没有感情？他没有感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他表现在荧幕当中的这种无知无觉的感情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花心思去琢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长月烬明的这个剧本它的文字描述非常的惊心动魄，以及非常的宏伟。我感觉我自己的思想好像都要快跟不上这个文字的描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发挥你的想象，去想象这个时候宏大的场景以及人物内心的情绪的变化。对，你要把自己完全的释放出来，你才能去把这种极致的情绪表现出来。所以千万不要有所保留，作为演员就是要挖空自己，然后去感受，去诠释。长月烬明当中，你能够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化输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它是美的，它可以为我们每一个观众，甚至是我们每一个演员带来不同的审美高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对，我觉得长月烬明他做到了，他能让我眼前一亮。我作为演员，我会发现，哎，这个项目是我之前好像没有接触到的一种审美高度，或者说它是一种不同的审美高度，它弘扬了我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对，然后我们再通过自己的后期创作，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然后再最后通过荧幕展现给观众。最后我真的感觉，不是我成就了角色，而是角色让我成长了。我觉得一部戏一部戏的经历，
能让自己在生活阅历上更加的丰满，这是我喜欢做演员的一点吧。对，你要通过自己的生活去从生活当中寻找表演的一些点滴，对吧？那同样的，你也可以从角色身上去丰满自己的生活，从角色身上学到很多你在生活当中学习不到的一些东西。作为演员，肯定是想尝试的角色越多越好啊。比如说我在《长月烬明》当中，就尝试了可能需要2、3部戏才能尝试到的这种角色量，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同样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吧，就是只要是，剧本够精彩，人物够丰满，我都会去尝试。时刻让自己保持新鲜感，对，就是拿到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新鲜感，对，而且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种创作的激情和欲望。我觉得这种新鲜感是刺激演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了新鲜感，你有了创作的激情和欲望，你才能非常负责的对待每一个角色。对，而且我觉得这种认真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一个前辈，我说为什么前辈您饰演的角色这么的深入人心，能够这么的打动观众？其实老师他就回答了我2个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用心2个字其实就是我的初心，用心的对待每一个角色，对每一个角色负责，这样才是对观众的负责，也同样是对自己的负责。